我嫁入安阳侯府的第2年，我的丈夫和别的女人私通，满城尽知，我被扔到街上，成为弃妇。围观众人发出一阵哗然，都在看我的笑话。你一个下堂妇，残花败柳，你以为离了我，这满京城还有谁会要你？我目光掠过他，看向街边牵着马的马奴。我起身，提着裙摆走向他面前，仰起头说：“你可愿娶我？”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我的丈夫大声笑骂了起来，他身边的狐朋狗友也跟着哄笑起来，充满了鄙夷与嘲弄。哈哈哈，宋慈娘，你果然是疯了，自甘下贱，竟然找个马奴。马奴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，甚至有些低沉沙哑，却奇异地压过了所有的嘈杂。求之不得。裴静平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像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，脸上的讥讽僵住，转为错愕。突然，有人大声喊道：“他是摄政王谢玉。”我曾以为我找到了真爱，直到我嫁入安阳侯府的第2年，我的丈夫安阳侯世子裴静平和知县庶女私通，满城尽知。可裴静平却装作无事一般，将我搂在怀里，用温柔到骨子里的语气说道：“夫人，你是高门贵女，念念出身低微，你向来脾气温和，不如让她与你一同伺候本世子，可好？”我手里拿着账本，头也没抬。九品县官家的庶女，按理来说只能做个侍妾，可若夫君真的喜欢，那抬位侧室也可。裴静平脸上有些愠色，离我远了一些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咬了咬牙，努力掩藏住自己的情绪。夫人，念念她虽是庶女，但是自小清高，不愿为侧室。我将账本递给身旁的丫鬟彩萍，嘱咐了几句，理了理衣衫，端坐在茶桌旁，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。夫君的意思是与我和离，娶她入门？我是雍州知府的嫡女，从小受尽万般宠爱。我的舅舅是富可敌国的商人，我的兄长刚刚得了军功，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。母亲与父亲成婚那日，送嫁队伍从城东排到了城西，嫁妆更是抬了3天3夜才抬完。在我的急急礼上，求亲的世家公子把家里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可是父亲母亲却一个也没看中，迟迟没有定下我的婚事。直到安阳侯夫人带着祖传的玉镯到访，父亲母亲才终于点了头。订婚前，母亲和我同坐床榻。慈宁，我知道你不满这门亲事，也看不上那安阳侯的世子，但慈宁，你知道富可敌国的下场是什么？我轻声道：“抄家灭族之祸。”母亲愣了下，没想到我竟然这么通透。她理了理我额前的碎发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慈宁，你最是聪慧。安阳侯膝下只有这一子，虽风流成性，不成气候，但安阳侯许诺，以后你的儿子可以继承安阳侯的爵位，你便是安阳侯府的大夫人。”我恍然大悟，明白了母亲的苦心。母亲是希望保护住我这一条血脉，同时也能让那些算计我们家财的人忌惮。我点点头，朝着母亲道：“我嫁。”我宋家家财万贯，可是若想真的跻身名门贵族，需要功勋侯府的帮衬，而侯府也是我们的保命符。新婚那日，红烛高照，我坐在铺满红枣花生的锦被上，听见脚步声由远及近。盖头被掀起时，我抬眼，第一次看清了我的丈夫。风流成性的裴静平生得一副极好的相貌，剑眉星目，鼻梁挺拔，唇薄色淡。他穿着一身大红喜服，身姿挺拔如松，看我的眼神里带着3分打量，7分疏离，却依旧让我心头微动。他开口，声音清冽如泉：“夫人。”那一夜，他待我温润如水，我在心里幻想，或许和他这样相伴一生也是个幸事，最起码我的儿子样貌不会丑了。次日晨起，我梳洗妥当，随他去给公婆敬茶。安阳侯夫妇端坐堂上，侯爷威严，夫人慈和。我按着在家中学的规矩，一丝不苟地行礼奉茶。侯夫人接过茶盏，笑着将一只成色极好的翡翠镯子套在我腕上。慈宁，往后你就是裴家媳妇了。静平性子散漫，你多担待。我垂眸应答，余光瞥见裴静平站在一旁，神色淡淡。母亲言重了，伺候夫君孝敬公婆是媳妇的本分。大婚第2日，太后在宫中设宴，邀京中名门贵妇赏花。我本无资格入宫，但因安阳侯府的面子，也得了一张帖子。但就是这张请帖，让我的生活变了样。那日进宫，我精心装扮，既不张扬，也不失礼数。宴上，太后问起安阳侯府心腹，我上前回话，言辞恭谨，举止得体。太后拉着我的手细细打量，笑道：“好标致的人，瞧着就是个有福气的。”仅仅是这一句话，归府后，公婆对我的态度明显亲厚许多。裴静平也难得的在我房中多坐了片刻，虽仍是话不多，却不再像从前那样匆匆来去。我心中渐生欢喜，幻想着或许真能与他举案齐眉。我学着他喜欢的棋谱，练他常写的字体，甚至向厨娘请教他爱吃的菜式。每当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讶异，我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第3日回门，马车驶向雍州知府，
父亲母亲早已在门前等候，见我与裴静平同来，脸上笑意真切。席间，父亲与裴静平谈论朝政，兄长说起边关趣事，母亲则拉着我的手细问侯府起居，一切都和乐融融，仿佛我真的嫁得了如意郎君。酒过3巡，裴静平忽然放下酒杯，他看向我，眼神平静无波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。岳父岳母，小婿有一事。实不相瞒，与慈宁成婚前，我在外已有一红颜知己，原是福清楼的5级枪武。我与他情投意合，不忍他流落风尘，想将他抬入府中，给他一个名分，还望二老与慈宁成全。厅堂内的空气骤然凝固，父亲脸上的笑意僵住，母亲握紧了我的手，兄长面色一沉，眼神锐利地看向裴静平。我轻轻回握母亲的手，示意她安心，然后抬眼望向裴静平，语气依旧平和温婉。夫君，你我新婚才3日，父亲此刻仍在京中，未曾离京赴任，此时纳妾怕是与理不合，也会惹人非议，觉得夫君不敬新婚，不重嫡妻。父亲此人素来重规矩，恐不会依允此事。裴静平的脸色微沉，显然没料到我会搬出安阳侯，更没料到我如此镇定。他嘴角抿紧，冷声道：“你不愿？”我缓缓起身，走到他身侧，声音轻柔，却足以让在座所有人都听清。难不成夫君想要休了我，娶她为妻？没想到我竟然把他内心的龌龊想法就这么说了出来。一旁的父亲母亲面色难看，他们恐怕也没有想到，堂堂安阳侯世子竟然如此色胆包天。回门当天让夫人给自己外面的女人让位，这说出去恐怕会被人笑掉大牙。裴静平脸上倏然冻结，没有说话。父亲此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的脸色已沉得能滴出水来，手中酒杯重重顿在桌上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，酒液泼洒出来，如湿了锦缎桌布。他并未看裴静平，而是将目光转向我，眼神里带着难以置信的痛心。母亲攥着我的手，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，她胸膛起伏，显然在极力压抑着翻腾的怒火。兄长宋承义更是直接，他豁然起身，手按在腰间佩剑上，剑鞘与甲胄摩擦，发出轻响，眼神锐利如刀，直刺裴静平。厅堂内落针可闻，方才虚假的欢宴气氛荡然无存，只剩下令人窒息的紧绷。裴静平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捅了怎样的马蜂窝，他脸上的笑容僵住，渐渐转为尴尬，接着是惶恐，最后强自镇定，却掩不住眼底的一丝心虚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解释什么，但是目光闪烁，不敢与任何人对视。我轻轻挣开母亲的手，起身再次走到裴静平身侧。这一次我没有刻意放柔声音，对父母兄长说道：“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此事夫君已与我商议过，女儿既已嫁入裴家，自当以夫为天，以侯府体面为先。夫君重情义，不忍红颜知己流落风尘，此乃人善之心。女儿身为正室，理应为夫君分忧，打理内宅，安置妾室，亦是本分。只是夫君别忘了，妾就是妾，她成不了妻。”兄长看向我的时候，眼泪略带了些许泪光，随后咬牙切齿地看向裴静平，想把他的脖子拧断一般。父亲还想替我说些什么，可是看我面不改色，似乎是从容地接受了这件事，便也只好作罢。其实在嫁进安阳侯府之前，我就调查过裴静平，他外面的花花草草我也知道个大概。枪无不过是里面最无关紧要的一个，他出身低微，身后没什么人依仗，因为弹得一手好琵琶，得了裴静平喜欢，才能够过上这样自由的日子。这件事根本无需我出手，光是我那爱面子的婆母安阳侯夫人就不会答应，我倒要看看到时候她要怎么收场。安阳侯离京赴边，刚刚离开，我那情深意重的好夫君就过来找我兑现承诺。他来时，我正坐在窗下，就着天光，细细查看这个月府中各处的采买账目。彩屏在一旁打着扇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偶尔翻动纸页的轻响和窗外几声疏懒的蝉鸣。裴静平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带着一丝刻意放柔的腔调，脚步却不自觉地透着急切。夫人真是勤勉。我抬眼放下账本，脸上适时地浮起一层温婉的笑意，起身相迎。夫君来了，天气暑热，怎不在书房歇着？彩萍，去端碗冰镇过的绿豆百合汤来。裴静平挥挥手，目光在我脸上逡巡，似乎在确认我上次回门时的大度是否作为。不必麻烦。他踱到桌边，随手拿起一本账册翻了翻，又放下，指节在紫檀木桌面上敲了敲，带着点踌躇，终究是开了口：“慈宁，前次回门时提及的那事儿，父亲已然离京，你看……”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是一片了然与体恤。夫君是记挂着羌吴姑娘吧？妾身一直放在心上，未曾敢忘。我走回桌边，将摊开的账本合上，理了理衣袖，语气平稳：“只是夫君也知，母亲尚在府中，此事关乎侯府体面，更关乎夫君声誉。若不经母亲首肯，贸然将人接进来，恐怕不妥，也委屈了羌吴姑娘。”裴静平眉头微皱，显示不耐：“母亲那边我自会去说，只是这操办之事还需夫人费心。羌吴他性子柔顺，不喜张扬，但该有的体面总得给他。”
叫的真是亲热，语气里满是宠溺。我指尖在袖中微微收紧，面上笑意不减。夫君放心，既是要给贵妾的名分，该走的礼数，该备的仪程，妾身一样都不会少。只是……我略作迟疑，抬眼看他，他立马站起来质问：只是什么？你前些日子应下了的，现在莫不是要反悔不成？夫君这是哪里话？妾身既答应，自然不会反悔。只是夫君可曾想过，羌吴姑娘以何名分入府？贵妾、侧室还是寻常侍妾？自然是贵妾，我答应过她，不能委屈了她。贵妾，我沉吟道：贵妾虽比寻常侍妾体面些，但终究是妾。按规矩，贵妾入门须得正式允准，主母点头，向长辈敬茶，记入族谱册位，才算礼成。此外，一应用度和院落还有伺候人手，皆有定例，不可逾越。这些夫君可曾与羌吴姑娘言明？她可愿意遵守？这些琐碎之事，你看着办便是。总归尽快将人接进来。她一个弱女子，在外头，我实在不放心。夫君既如此说，妾身便着手准备。只是有件事须得先与夫君说明。贵妾份礼，月银5两，4季衣裳各4套，首饰按计添置，伺候丫头2人，粗使婆子1人。至于院落，西边揽月阁倒还空着，虽稍偏远，但胜在清静，稍加整理便可入住。这些皆是侯府旧例，母亲长家时定下的规矩。我初来乍到，不敢擅改，也望夫君体谅。就按你说的办，尽快。是，既如此，我稍后便去母亲处请示。若母亲允准，便挑个最近的好日子，将羌吴姑娘接进来。只是接人那日不宜张扬，毕竟父亲刚离京，若大张旗鼓，恐惹非议。不若黄昏时分，一顶小轿从西侧门悄然而入，既全了礼数，也不至于招摇。夫君以为如何？依你。还有一事，我仿佛才想起，语气依旧温婉。羌吴姑娘入府后，按规矩须得先来给我敬茶，认了主母之后，我再带她去给母亲请安，这是礼数，也是为她日后在府中立足着想。夫君觉得呢？裴静平的脸已经黑如锅底，他死死盯着我，仿佛想从我这张平静无波的脸上看出什么阴谋诡计，但他什么也看不出。最终，他只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知道了。说完，他再也待不下去，拂袖转身，大步流星地走了，背影透着浓浓的憋屈和怒意。彩萍在一旁早已气得脸色发白，待裴静平走远，才低声道：世子妃，你也太好心了，他就这么欺负人？我拿起那本账册，重新翻开，目光落在方才画圈的那一行，淡淡道：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开始。我并未耽搁，当日午后便去了侯夫人所居的福寿堂。侯夫人正在小佛堂念经，听闻我来，捻着佛珠出来，脸上带着倦色，显然裴静平已经来闹过一场。我恭敬行礼：母亲安好。侯夫人叹了口气，示意我坐下。坐吧，静平方才来过了，他说的那事你怎么看？我垂眸，语气温顺：回母亲，此事夫君早与儿媳提过，儿媳既已嫁入裴家，自当以夫君心意和侯府体面为重。夫君重情是好事，只是……我故作迟疑，只是那位羌吴姑娘出身风尘，性子如何，儿媳不知，贸然以贵妾之礼迎入，恐惹人非议，也怕日后难以管束，反而给母亲添乱。侯夫人眉头紧锁：荒唐！慈宁，我原以为你是个懂事的，没想到静平胡闹，你也跟着娶个舞姬回来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安阳侯府是什么乐坊吗？什么人都能进？我连忙起身给她行礼，毕恭毕敬又泪眼婆娑的样子，让侯夫人气消了不少。母亲，儿媳明白，可是夫君他与我回门那日，当着我父母兄长的面提及了此事，我若不应，当时必定会闹下去。儿媳也是担心父母身体。我一边说，一边给自己擦了擦眼泪。果然，我那婆母听见我这样说，脸色立马变了。她原以为是我不愿与裴静平生是非，才纵容她胡作非为，没想到她儿子竟如此不顾全大局。你坐下吧，此事是静平考虑不周，你父亲那边我会派人前去安抚，你受委屈了。儿媳没有，儿媳知道此事涉及侯府颜面，我已提前安排人给羌吴断了奴籍，并让表兄收作义妹。如此一来，既全了侯府颜面，又不让夫君挂怀。听见我这样说，侯夫人的脸色彻底缓和，手中的念珠掐了又掐，最后咬牙点了头。既如此，你去办吧，所有花费从库房里支取，你再从我的私库里选一套喜欢的首饰，算是我对你的补偿。我恭顺应道：儿媳明白，儿媳谢过母亲。儿媳已与夫君商定，按贵妾旧例，一切从简，悄然而入，免生事端。入府后，儿媳自会好生教导。如此便好，委屈你了，慈宁。母亲言重了，这是儿媳分内之事。从福寿堂出来，我便开始着手准备，吩咐针线房按贵妾份例赶制2套夏衣，料子选了库房里颜色最暗沉、
放了许久的酱紫色和黛蓝色，花样则是规规矩矩的缠枝莲纹。又让人去整理揽月阁，只将表面打扫干净，添置些半旧不新的家具摆设，被褥帐幔也只用普通的素色细棉布。日子定在5日后黄昏时分。裴静平来过几次，见我事事妥帖，挑不出错处，脸色倒也缓和了些，只是眼神总有些飘忽，大约是心早就飞到了那福清楼的温柔乡里。侯夫人一连几日都不出门，表面上看起来允了这门亲事，但我知道这把火已然在她心里烧起来了，只不过暂时烧不到她儿子头上，也烧不到那还未进门的胡妹子头上。那么首当其冲的会是谁呢？我摩挲着腕上那只成色极好、触手温润的翡翠镯子，那是新婚敬茶时侯夫人给的，当时觉得是慈和与接纳，如今再看，不过是一件用来拴住心腹、标榜侯府人后的物件罢了。吉日当天，一顶粉轿从侯府侧门悄无声息地抬了进来，没有鼓乐，没有鞭炮，只有几个粗使婆子跟着。但是当晚，我那好夫君就摸进了他的屋子。我身为正室，依礼要在正厅受妾室的茶。我端坐上手，穿着家常的藕荷色撒花裙衫，头上只簪一只赤金点翠步摇淡湿脂粉。裴静平坐在我下手，显得有些心神不宁，目光不时瞟向厅外。枪舞进来了，他低垂着头，露出一段白皙脆弱的颈子。行走间若柳扶风，我见犹怜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接过丫鬟递来的茶盏，双手举过头顶，声音细细的，带着颤：“妾身枪舞，给夫人敬茶，愿夫人福寿安康。”我并未立刻去接，目光平静地落在他微微发抖的手指和低垂的眼睫上。厅里静得可怕，裴静平似乎想开口催促，被我一个清淡的眼神止住。片刻，我才伸手接过茶盏，指尖触及杯壁，温热的。我象征性地抿了一口，放下茶盏，从彩萍捧着的托盘里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一只赤金镶红宝石的簪子，亲自插到他发间，声音温和得体：“起来吧，既进了侯府的门，往后便是自家姐妹，安心伺候世子，谨守本分，侯府不会亏待你。”羌无叩头谢恩，起身时飞快地抬眼看了我一下，那眼神如受惊的小鹿，湿漉漉的，藏着畏惧，也藏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打量。谢夫人。接着他又给裴静平敬了茶，裴静平接过茶，脸上的笑容真切了许多，连声道：“好，好，快起来。”若不是我在场，只怕立时就要亲手去扶了。李成，羌无被引去揽月阁安置，裴静平坐立不安，陪我用了半盏茶，便寻了个由头，匆匆离去，方向自然是西边。我独自坐在渐渐空寂下来的厅堂里，彩萍悄声问：“夫人可要回房歇息？”我摇摇头，指尖无意识地拨弄着腕上的镯子，那冰凉的触感让我保持着清醒。羌无的进门，像一颗石子投入看似平静的侯府深潭，激起的涟漪远比预想中更大，也更隐秘。不急。裴静平几乎是立刻就将魂儿丢在了揽月阁。头几日他还勉强记得来承辉堂用个晚膳，或是去侯夫人那里点个卯，但很快他便彻底沉溺在那温柔乡里。白日里或是携羌无在府中花园闲逛，展示恩爱，或是关起门来听他弹琵琶，吟唱些软绵绵的江南小调。夜里更是夜夜笙歌，揽月阁的灯火常常亮到后半夜，丝竹笑语之声偶尔顺着夜风飘到主院这边，虽不清晰，却足以让何府上下都知道世子爷是如何宠爱这位新姨娘。侯夫人起初还忍着，只当儿子新鲜劲没过，可眼看着半个月过去了，裴静平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连每日晨昏定省都常常缺席，借口无非是身子不适或者昨夜读书晚了。更让侯夫人无法容忍的是，安阳侯离京前曾特意为裴静平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西席先生，督导他准备明年春天的恩科。裴静平虽非科举正途出身，但习爵之前若能有个功名在身上，总是一层光鲜的镀金。如今倒好，先生每日按时来府授课，裴静平却10次有8次不见人影，即便来了也是哈欠连篇，心不在焉。先生委婉提过几次，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。终于在裴静平连续3日未曾去见先生，而西席先生愤然拂袖，留下一句朽木不可雕也之后，侯夫人的怒火彻底压不住了。侯夫人，世子如此顽劣懈怠，老夫无能为力，朽木不可雕也，告辞。裴静平，你这个孽障！这一日，我刚从库房清点完一批新到的夏季衣料回来，侯夫人身边的王嬷嬷便沉着脸来了承辉堂。世子妃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我心中了然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换了身素净的衣裳，随王嬷嬷去了福寿堂。侯夫人端坐在正厅上首，手里捻着佛珠，脸色沉得能拧出水来。见我进来，她挥退了左右，只留下王嬷嬷在门口守着。慈宁，坐。我一言在下手坐了，微微垂眸。母亲。侯夫人开门见山。静平近日的功课，你可知道？我迟疑了一下，低声道：儿媳略有耳闻，只是夫君的事，儿媳不便过多干涉。且夫君常在揽月阁，儿媳……侯夫人打断我，声音陡然提高：不便干涉。你是他的正妻，督促夫君上进，规劝夫君言行，本就是你的责任。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他被一个贱婢勾得魂都没了？
连前程都不要了吗？我立刻起身屈膝道：“母亲息怒，是儿媳失职。”我抬起头，眼眶微红，语气恳切：“儿媳何尝不想劝？只是夫君如今一颗心全在羌无姑娘身上，儿媳多说几句，夫君便嫌儿媳聒噪，说儿媳善妒，容不下人。前几日儿媳不过提了一句先生等着，夫君便摔了茶盏。儿媳实在是有心无力。”我说着，适时地拿出绢帕，按了按眼角。侯夫人看着我渲然欲泣的模样，胸口的怒气更盛，却不是冲我，她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为了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连父母师长和结发妻子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慈宁，你起来！”我一言起身，依旧低着头。侯夫人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，但眼中的厉色不减。你是正室，该有的手段要有。那羌无不过是个玩意儿，哄着静嫔开心也就罢了，若敢耽搁她的正事，挑唆的你们夫妻不睦，便是留不得了。她顿了顿，看向我，语气带上了命令：“从今日起，你给我盯紧了静嫔，务必要她每日按时去先生那里读书。若她再敢懈怠，你便来告诉我。还有那个羌无，你寻个由头，好好敲打敲打他，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。若是规规矩矩便罢，若再敢狐媚惑主，我自有办法让他消失得干干净净。”“是，母亲，儿媳明白了。”我恭敬应下，心中一片冷然。侯夫人这是要将我推到前面，既做督促裴静嫔的恶人，又做敲打羌无的刀。成功了，是她教导有方；若闹出什么不好看，便是我这个儿媳无能或善妒。不过这正合我意。从福寿堂出来，我并未立刻回成辉堂，而是绕道去了揽月阁附近。远远地便听到一阵婉转缠绵的琵琶声，夹杂着女子交流的哼唱，还有裴静嫔偶尔的抚掌叫好声。我驻足听了一会，转身离开。回到成辉堂，我立刻叫来彩萍，低声吩咐了几句。第二日，裴静嫔难得的早起，被我亲自请去了书房见先生。他脸色很臭，对着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但碍于侯夫人的严令，也不敢反抗，只得蔫头耷脑的去了。估摸着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我带着彩萍和2个管事嬷嬷径直去了揽月阁。羌无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到来，他正对镜梳妆，身上指着轻薄的纱衣，发髻半挽，脸上还带着素眠未醒的慵懒媚态。见我突然闯入，他吓了一跳，慌忙起身行礼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又强自镇定下来。妾身给夫人请安，不知夫人到来有失远迎，还请夫人恕罪。他声音依旧娇软，却少了几分昨日的颤意。我并未叫他起身，目光缓缓扫过屋内，陈设依旧简单，甚至有些寒酸，但梳妆台上却摆着几样显然超出贵妾分例的首饰，一只赤金点翠大簪，一对南珠耳当，还有一盒香气扑鼻的蔷薇水。窗边小几上摊着一本才子佳人的花本子，旁边还有半碟未用完的精致点心。看来羌无姑娘在揽月阁住得甚是惬意。我走到窗边，拿起那本画本子，随手翻了翻。羌无低着头，声音微紧：“妾身闲来无事，随意翻翻，打发时间。”我将画本子丢回几上，发出不轻不重的声响。随意翻翻，侯府有侯府的规矩，妾室入门首要之事是熟读女戒、内训、明礼仪、知进退。我前日让人送来的书，羌无姑娘可曾看了？羌无身子一僵：“妾身这2日身子有些不适，尚未……”我打断他，目光落在他红润的脸上。身子不适，我瞧姑娘气色倒是不错，既然身子不适，就该静养，这些闲书杂技还是少看为妙，没得移了性情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微微发抖的身子。昨日母亲召我说话，提及世子爷近日功课荒废，甚为忧心。母亲说世子爷年轻，身边须得有人时时规劝，引他向学。你既得世子爷宠爱，更该谨言慎行，劝世子爷以正事为重，而非一味纠缠，耽于享乐。羌无的脸色白了白：“妾身不敢，妾身只是尽心伺候世子爷罢了。”伺候？我轻笑一声，语气却冷了下来。若伺候的世子爷连父母之命、师长之教都抛诸脑后，连侯府前程都不顾，那你这伺候便是罪过了。我转身对彩萍道：“去，将女戒和内训取来。既然羌无姑娘身子不适，看不进书，那便抄吧，抄写百遍，既能静心养性，也能牢牢记下为人妾室的本分。3日后我来取。”羌无失声惊呼，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，甚至带上了一丝怨怼。“100遍，夫人，3日100遍，这如何抄得完？妾身……”我回身，目光如冰锥般刺向他。如何抄不完？你是觉得我故意为难你，还是觉得你如今得了世子爷几分宠爱，便可无视主母之命，无视侯府规矩？羌无慌忙低下头，声音带上了哭腔：“妾身不敢，只是……”我的声音不容置疑：“没有指示。若觉得委屈，自可去寻世子爷诉说。只是别忘了，让你抄书静心是母亲的意思。彩萍，留下2个人伺候羌无姑娘抄书，
笔墨纸砚务必供应齐全。只是这吃时，抄书须得凝神静气，油腻荤腥就免了。每日清粥小菜即可，记住了吗？是。彩屏响亮的应下，对身后2个面容严肃的嬷嬷使了个眼色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脸色惨白、摇摇欲坠的羌吴，不再多言，转身离开了揽月阁。我知道，以羌吴的性子，绝不会甘心受罚。而裴静平他很快就回来了。果然，我刚回到成辉堂不到1个时辰，外面就传来了裴静平怒不可遏的咆哮声和急促的脚步声。宋慈宁，你给我出来！裴静平几乎是冲进来的，脸色铁青，双眼赤红，额角青筋暴起，胸脯剧烈起伏，显然气到了极点。他身后跟着哭得梨花带雨、鬓发散乱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的羌吴。夫君这是怎么了？何事如此动怒？我放下手中的茶盏，站起身，语气平和，仿佛对眼前的阵仗毫无所觉。一声脆响，裴静平竟然直接甩了我一个巴掌，我的耳朵瞬间被嗡嗡声填满，半边脸也瞬间肿胀了起来，嘴里有几丝腥甜的味道，头晕眼花，整个人摔倒在桌子旁，肋骨磕破桌角，隐隐作痛。裴静平指着我，手指都在发抖。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去了揽月阁？是不是罚羌吴抄书100遍，还不给他饭吃？宋慈宁，你好毒的心肠！羌吴他身子弱，如何经得起你这样搓磨？你不过是嫉妒他得宠，便用这般下作手段对付他。你这个毒妇！羌吴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又适时地嘤咛一声，软软地靠在裴静平身上，泪眼婆娑，抽抽噎噎。世子爷，您别怪夫人，是妾身不好，妾身没伺候好您，惹得夫人和老夫人生气了。妾身抄书就是，只是3日100遍，妾身怕是真的不行了。裴静平心疼地搂住羌吴，对我怒目而视。你听听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宋慈宁，我告诉你，立刻给羌吴道歉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我看着眼前这出拙劣的苦情戏，心中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我缓缓坐下，彩萍想要替我说话，被我制止。她赶紧用帕子给我擦了擦嘴角的血丝。世子，明明是老夫人让夫人敲打1、2。我拦住彩萍，示意她不要再多说。提到侯夫人，裴静平脸色又是一变。她自然知道母亲近日对她不满，此事若真闹到母亲面前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她和羌吴。羌吴见她犹豫，哭得更凶了，抓着她的衣袖。世子爷，妾身害怕，夫人她是不是容不下妾身了？要不我还是走吧。裴静平被她的眼泪一激，那点犹豫立刻抛到九霄云外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宋慈宁，你别拿母亲压我，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个交代，立刻撤了惩罚，否则我就……我缓缓起身，理了理凌乱的衣衫，手腕上的镯子磕到桌面上，发出一声轻响，终于不再掩饰眼中的冷意。你就怎样？我的目光太冷，语气太静，竟让暴怒中的裴静平一时语塞。夫君是想为了一个妾室忤逆母亲，还是想为了她休了我这个正妻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王嬷嬷刻板的声音：“世子爷，世子妃，夫人，请2位即刻过去一趟。”侯夫人终究还是被惊动了。福寿堂的气氛比成辉堂更加凝重。侯夫人端坐上方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目光如刀，先刮了哭哭啼啼的羌吴一眼，又扫过满脸不服的裴静平，最后落在我红肿的脸上。侯夫人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“说说吧，又闹什么？”裴静平抢先开口，将事情添油加醋说了一遍，自然是我如何刻薄善赌，如何无故惩罚羌吴，羌吴又如何柔弱可怜。侯夫人静静听完，看向我：“慈宁，你怎么说？”我屈膝一礼，将事情原委，包括侯夫人之前的吩咐，一五一十说了，语气客观，不偏不倚。侯夫人的眉头越皱越紧，她自然听得出谁在避重就轻，尤其听到裴静平为了羌吴，竟敢对着正妻大吼大叫，甚至动手打骂时，她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涌出来。侯夫人猛地一拍桌子，震得茶盏乱响。逆子，为了这么个东西，你连脸面都不要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还有没有侯府的规矩？裴静平还想辩解，母亲是宋思宁的。侯夫人厉声喝断他，胸膛剧烈起伏。住口！慈宁罚他抄书是我的意思，怎么我还没死呢？这侯府的后宅，我说了就不算数了。他指着羌吴，手指因为愤怒而微微发抖。你看看他入府才几天，就把你勾得魂都没了，功课荒废，顶撞先生，如今连嫡妻都敢不放在眼里，这样的祸水留着他做什么？继续挑唆的你们夫妻反目，家宅不宁吗？羌吴吓得魂飞魄散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。老夫人息怒，老夫人息怒，妾身知错了，妾身再也不敢了，求老夫人开恩，求老夫人开恩啊！裴静平也慌了，跪下来求情。母亲，千错万错都是儿子的错，是儿子不好，不关羌吴的事，求母亲饶了他这次吧。
饶了他！侯夫人冷笑一声，看着地上瑟瑟发抖的枪无，眼中毫无怜惜，只有厌弃。一个出身卑贱的舞姬，不知用了什么狐媚手段攀附上你，进了侯府还不安分，留着早晚是祸害。王嬷嬷，老奴在，去叫个人牙子来，把这贱婢给我发卖了，卖得越远越好。我安阳侯府容不下这等不知廉耻、挑拨离间的玩意儿。枪无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猛地扑过去抱住裴静平的腿。不，世子爷，世子爷救我，救救我啊！我不要被发卖。世子爷，您答应过我的，您说过会护着我的。裴静平也急了，一把抱住枪无，对着侯夫人嘶声道：母亲不能卖他，儿子求您了，儿子不能没有他。您要是卖了他，儿子也不活了。侯夫人被他这混账话气得眼前发黑，指着他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你听得一片混乱，枪无的哭嚎，裴静平的哀求，侯夫人的怒斥交织在一起。我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这场闹剧，如同一个置身事外的看客，心中一片冰凉的平静，甚至有一丝尘埃落定的漠然。发卖或许是个干脆的结局，但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裴静平最终没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便绑下了枪无。侯夫人被他那混账话气了个仰倒，胸口起伏半晌，终究是心疼自己这唯一的儿子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生生被王嬷嬷搀扶着坐下，灌了半盏参茶才缓过来。枪无的命算是暂时保住了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侯夫人闭着眼，捻着佛珠，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和不容置疑。既然你如此护着他，好，我依你。但自此之后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他不得踏出揽月阁半步。一应用度，皆按最末等粗使丫头的份例来。他不是身子弱吗？粗茶淡饭，正好养生。王嬷嬷派人看紧了揽月阁，若放他出来一步，或是有人敢私自接济，一律家法处置，发卖出去。这是要彻底将枪无圈禁起来，磨掉他所有可能的爪牙和光彩。裴静平脸色变了变，想再争辩，可看到母亲灰败的脸色和眼中的决绝，到底没敢再开口，只紧紧搂着怀里抖得不成样子的枪无，低声应答：儿子，谢母亲开恩。一场风波以枪无被彻底打入冷宫般的境地告终。侯夫人被王嬷嬷搀着回了内室，临走前，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复杂，有愧疚，有警示，也有一丝对她自己权威受损的迁怒。我垂眸避开了那道目光。裴静平扶着哭软了的枪无离开了福寿堂，自始至终他没有看我一眼，更别提为那一巴掌，为那些污言秽语有半分歉疚。脸颊依旧火辣辣地疼，肋骨处也闷闷的钝痛。彩萍扶着我回到晨晖堂，一进门眼泪就掉了下来，忙不迭地去翻找药箱。世子妃，您疼不疼？奴婢这就给您上药。世子他怎能下如此重手？铜镜里映出我半边高肿的脸颊，清晰的指印盘踞其上，嘴角破皮处血迹已干涸成暗红色，衬着未施粉黛的苍白脸色，显得格外狼狈凄楚。我摆摆手，示意彩萍先别忙，自己走到窗边，望着外面被暮色笼罩的庭院，一丛丛精心打理的花木在晚风中摇曳，姿态优美却毫无生气，就像这座侯府，就像我那看似风光实则冰冷的婚姻。要等会儿再上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异常平静，去小厨房看看有没有冰，取一些来，用干净的帕子包着。彩萍应声去了，很快取了冰来，小心翼翼地用细棉布裹好，递到我手边。冰冷的触感贴上滚烫刺痛的脸颊，带来一阵尖锐的刺激，随即是麻木的缓解。裴静平是在第3日傍晚来的，距离枪无被关禁闭断了用度，正好过去2天半。他进来时脚步有些迟疑，脸色也不大自然，眼神飘忽，先是在屋内扫了一圈，最后才落在我脸上。我脸上的红肿尚未完全消退，嘴角的淤青尤为明显，并未刻意用脂粉遮掩。我正坐在临窗的榻上，就着最后一点天光，看着一本杂记，手边放着一杯清茶。夫人，他开口，声音有些干涩，顿了顿才接着道：脸上可好些了？我放下书卷，抬眼看他，目光平静无波。劳夫君挂心，已无大碍。我的平静显然让他有些无所适从，他大概预想过我会哭诉，会质问，甚至可能会冷脸相对，却没想到是这样一副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模样。他搓了搓手，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站定，又沉默了片刻，才像是下定了决心，语气硬邦邦地说道：那日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动手，我只是一时急火攻心。枪无他被关在揽月阁，母亲断了他的用度，连口像样的吃食都没有。他身子本就弱，这样下去恐怕……夫君想说什么？裴静平被我一噎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随即又被理所当然取代。我知道前几日是我冲动误会了你，但枪无终究是无辜的，他如今处境艰难，我只是想你能不能私下里照拂一二，给他送些吃食衣物，银钱也行，母亲那边自会去说，不让你为难。他说的如此理直气壮，仿佛我只是他手中一件
可以为他心爱之人提供便利的工具。他甚至没有为那日的暴行说一句真正意义上的道歉。我看着他这个名义上的丈夫，剑眉星目依旧，却再难让我心头泛起丝毫涟漪，只剩下无尽的荒谬和冰冷。我轻轻抚过依旧隐隐作痛的脸颊，指尖触及微肿的皮肤，然后在他略带紧张和期待的注视下，缓缓点了点头。裴静平愣住了，他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得如此爽快，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条件，没有流露半分委屈。好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确认。你答应了？我拿起茶盏，抿了一口已经微凉的茶。夫君既开口，妾身没有不应的道理，只是母亲禁令森严，须得小心些。我会让彩萍安排可靠的人，趁夜悄悄送去，不会让人察觉。好。裴静平脸上立刻露出喜色，之前的尴尬和不自然一扫而空，仿佛解决了一件天大的难题。次娘，我就知道你向来是最识大体、最心善的。他向前走了2步，似乎想靠近些，表达一下亲近或感谢，但目光触及我脸上的伤痕，脚步又顿住了。那点刚刚升起的那点稀薄的愧意，又被某种难以言喻的烦躁取代。那此事就拜托夫人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说完，他几乎有些仓促地转身，快步离开了成辉堂，仿佛多留一刻都会窒息。世子妃，您怎么就答应了？他还配您这样对他吗？那羌吴就是个祸害。我放下茶盏，看着窗外彻底暗下来的天色，廊下的灯笼次第亮起，投下昏黄摇晃的光晕。答应是一回事，怎么做是另一回事。彩萍，你去吩咐小厨房，每日按3等丫头的份例做一份最寻常的餐食。入夜后，让西角门那个贪杯的老王头送去揽月阁，记得要让他不小心说漏嘴，是世子爷千求万求，世子妃心软才冒险接济的。奴婢明白了，既要让那羌吴承您的情，更要让那守门的人知道是世子爷的意思，万一事发也牵扯不到您头上，反而坐实了世子爷违逆老夫人的命令。我微微颔首，不再言语。心软？不，我只是需要让裴静平暂时安心，也需要在侯夫人那里维持住我贤惠大度且无奈顺从的形象。而我脸上的伤，便是无声的控诉和筹码，提醒着所有人，尤其是侯夫人，我在这桩婚姻里承受了什么。接下来几日，裴静平果然没再露面，或许是自觉尴尬，或许是忙着在侯夫人面前为羌吴周旋，又或许是那日我平静答应后，他心中那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波动，让他暂时不想面对我。侯府表面恢复了平静，侯夫人经此一事，似乎也倦了，除了必要的晨昏定省，大多时间待在佛堂，对府中事务过问渐少。我乐得清静，每日除了打理钟馗，便是看书、习字、打理嫁妆铺子，仿佛真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侯府主母。直到大约半月后，一个闷热的午后，彩萍脚步匆匆地从外面进来，脸色惊疑不定，屏退了左右，才压低声音对我道：“世子妃，外头有些不好的传言。”我并未抬头，手中笔尖在账册上勾画着。关于世子的。是。彩萍的声音带着难言的愤慨和鄙夷。说是世子爷最近常去城西的留香茶楼，与一位柳姓姑娘过从甚密。那姑娘是南城兵马司刘指挥使家的一位远房侄女，父亲似乎是外放的一个九品知县，还是个庶出的。昨日有人亲眼看见世子爷与那姑娘在茶楼雅间举止亲密，那姑娘的丫鬟还在外头把风。如今这话都悄悄传开了。笔尖在纸上顿住，拧开一小团墨迹。柳念念这个名字，比羌吴可有分量多了。九品知县庶女，身份虽然低微，却到底是官宦人家。清清白白的姑娘，刘指挥使的远房侄女，这层关系虽远，却也勉强能沾上点官宦边。我放下笔，轻轻吹干纸上的墨迹，问道：“母亲那边可听到风声了？”“应当吧，还没有特意传到老夫人耳中，但底下人怕是已有议论。”彩萍担忧地看着我：“世子妃，这次怕是比羌吴那次更麻烦。那柳姑娘毕竟是个良家子，若世子爷真动了心思，恐怕不是贵妾那么简单。”我笑了笑，笑意却未达眼底。无妨，咱们看世子爷这次又想如何安置他的红颜知己。这一次，裴静平没有让我等太久，流言发酵了几日，在一个午后，他亲自来了成辉堂。这次他脸上没有了上次的尴尬迟疑，反而带着一种烦躁与某种破罐破摔的决然。他甚至没有寒暄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开门见山：“慈宁，我有事同你商量。”我示意彩萍上茶，然后静静看着他。裴静平端起茶盏，却又不喝，只是烦躁地用杯盖撇着浮沫，半晌才像是豁出去一般。外头的传言早已沸沸扬扬，他终究还是要摊牌。外头的传言想必你也听说了。是，我却与柳姑娘相识，她名念念，是刘指挥使的侄女，知书达理，性情温婉，与羌吴不同。他放下茶盏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我，语气又带上了那种自以为是的温柔。我对念念是真心爱慕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冰冷的寒意弥漫开来，但我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，只静静听着。慈宁，你向来大度贤惠，羌吴之事你也容下了，
念念她出身虽不显赫，但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她心气高，不愿为妾，受那等委屈。裴静平向前倾身，声音压低了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不若让念念与你做平妻，一同入门。你放心，你永远是嫡妻，侯府的中馈依然由你掌管。念念她不会与你争抢，你们姐妹相称，和睦相处，共同服侍我，岂不是一桩美事？平妻，他竟然真的敢提出来。我慢慢抬起眼，看向他，看了很久，久到他脸上那点强装的温柔都快维持不住，才缓缓开口，声音清晰而平静。我不同意。裴静平脸色一变。为何？慈娘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不是最识大体吗？念念她。我打断他，语气依旧平稳，却带着斩钉截铁的力度。夫君，裴家是勋贵侯府，你是未来的安阳侯，娶一商家嫡女为正妻，已是低就。如今再要谈一区区九品知县庶女为平妻，与嫡妻并肩，夫君是觉得安阳侯府的门楣太高，需要如此自降身份来添些佳话，还是觉得我宋家，我的父亲、兄长、叔伯，可以任由夫君如此折辱？裴静平被我一番话说得脸色铁青。宋慈娘，你少拿你娘家压我，这安阳侯府还轮不到你宋家来做主，我娶平妻是家事。我站起身与他平视。既是家事，那便请夫君去与父亲母亲商议吧。若父亲母亲同意，夫君自可娶那柳姑娘为平妻。届时不必夫君开口，我自会下堂求去，绝不碍眼。裴静平被我毫不退让的态度激得怒火中烧，指着我，手指颤抖。好，宋慈娘，你如今是越发厉害了，我倒要看看父亲母亲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。他愤然拂袖而去，将门摔得震天响。我站在原地，身形笔直，只有垂在身侧的手指尖微微掐入了掌心。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到此为止，裴静平既然敢提，必然是有所依仗，或者是被逼到了某个份上。果然，次日一早，侯夫人身边的王嬷嬷便来了，脸色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肃。世子妃夫人，请您过去一趟。福寿堂内气氛凝重得仿佛能凝出水来。侯夫人坐在上首，脸色是前所未有的难看，眼底带着浓重的青黑，显然一夜未眠。裴静平站在一旁，脸上带着倔强和一丝隐隐的得意。侯夫人的声音透着深深的疲惫。慈宁来了，坐吧。我依言坐下，静候下文。侯夫人沉默了很久，才长长叹了口气。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，开口道：静平与那柳家姑娘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慈宁，我知道此事是静平荒唐，委屈你了。我垂眸不语。可是侯夫人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艰难。可是那柳姑娘她已有了身孕。我猛地抬眼看她，侯夫人避开我的目光，捻着佛珠的手指有些发颤。大夫诊过了，1个多月了，是安阳侯府的血脉。裴静平在一旁急声道：母亲，那是儿子的骨肉，是您的亲孙儿，总不能让他流落在外，做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吧？念念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如今有了身孕，若不给她一个正经名分，柳家那边也无法交代啊。柳指挥使虽只是个五品官，但在京中也有些人脉，闹起来侯府脸上也不好看。侯夫人厉声斥了他一句：你闭嘴！又转向我，语气软了下来，带着一种近乎恳求的意味。慈宁，母亲知道这要求太过分，平妻之事绝不可行，有违礼制，也太伤你的颜面，伤宋家的颜面。但孩子是无辜的，你看这样可好？还是按贵妾之礼，将那柳姑娘抬进来，只是等她生下孩子，若是个男孩，便记在你的名下，充作嫡子抚养，你依旧是世子妃，未来的侯夫人，谁也无法动摇你的地位。至于那柳姑娘，侯府绝不会亏待她，但绝不会让她越过你去，你就当是为了侯府子嗣，为了静平委屈一回，可好？记在我名下，充作嫡子。我几乎要笑出声来。好一个如意算盘，既要维护侯府那摇摇欲坠的颜面，又要留下子嗣，还要让我这个嫡妻去养丈夫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，并以此来捆住我，让我继续为这个污糟的侯府卖命。我看着侯夫人那看似恳切实则自私的脸，又看向裴静平那终于达到目的的轻松表情，心中最后一丝对这座侯府、对这桩婚事的微弱期待也彻底熄灭了。冰凉的平静重新席卷全身，甚至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轻松。我缓缓站起身，走到堂中，对着侯夫人端正地行了一个大礼，然后我抬起头，目光清澈而坚定，一字一句清晰地开口道：母亲的意思，儿媳明白了，侯府血脉却不能流落在外。侯夫人和裴静平脸上同时露出松了口气的神色，但紧接着我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瞬间僵住。我声音不高，却斩钉截铁，回荡在寂静的厅堂里。既然如此，为了不阻碍侯府子嗣认祖归宗，为了不让夫君为难，也为了全了柳姑娘与她腹中孩儿的体面，儿媳自请下堂，求母亲允我与世子和离。和离二字如同惊雷炸响在福寿堂，
侯夫人手中的佛珠啪地一声掉在地上，珠子滚落四处。她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半晌才发出声音：“你说什么？何离？慈宁，你疯了吗？”裴静平更是猛地一步跨上前，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我一般，死死盯着我，脸上最初的错愕迅速被一种被冒犯的愤怒和鄙夷取代。宋慈宁，他厉声喝道，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利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何离，你竟敢提何离！我平静地凝视着他愤怒的目光，甚至微微弯了弯唇角，那笑容里没有温度，只有无尽的淡漠和疏离。是何离？世子既已觅得真爱，又即将喜得灵儿，我占着这世子妃之位，岂不碍眼？不如成全了世子与柳姑娘，也免了未来嫡庶纷争，家宅不宁。裴静平气得额角青筋直跳，仿佛我的成全是对他莫大的侮辱。成全？你说倒轻巧。宋慈宁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天仙下凡？离了我安阳侯府，你一个和离归家的妇人，还有什么前程可言？就凭你这般古板无趣、不识风趣、不解风情，连自己夫君的心都笼络不住，哪个男人还会要你？他的话语如同淬了毒的刀子，一句句试图扎穿我最后的尊严。古板无趣，不识风趣，不解风情，原来在他眼中，我恪守的礼教，我维持的体面，我付出的隐忍，竟是如此不堪。侯夫人也回过神来，急忙道：“慈宁，快别说气话，晋平他是胡说的。你是我裴家三媒六聘、明媒正娶的世子妃，谁也不能动摇你的地位。那柳氏就算进门生了儿子，记在你名下，也是你的儿子。将来这侯府的一切都是你们的，和离那是万万不能的。你让你父母的脸面往哪儿搁？让你兄长如何自处？”他试图用家族颜面和亲情来压我，却绝口不提我在此事中受到的屈辱与伤害。我看着他们母子二人，一个气急败坏的贬损，一个苦口婆心，目的却都一样，将我牢牢绑在这艘已经腐朽破败的船上，心中最后一点波澜也归于死寂。我轻轻抬手，抚过脸颊，那里的红肿早已消退，但那日他掌掴留下的刺痛感，仿佛还残留在皮肤深处。然后我的手缓缓落下，理了理衣袖，动作从容不迫。我再次开口，声音依旧平稳，却带着一种不容转圜的决绝：“母亲，世子，我意已决，并非气话，也并非要挟。安阳侯府的门楣，我宋慈宁高攀不起，也不敢再攀。夫君既认为我无趣，不堪为配，我又何苦勉强彼此，相看两厌？”我转向裴静平，目光清凌凌的，如同冬日寒泉。至于离了侯府，是否有人肯要，是否还有前程，那便不劳世子费心了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瞬间变得极其难看的脸色，转身对候在门外的彩萍微微颔首。彩萍会意，立刻捧着一个乌木托盘走了进来，托盘上端端正正放着一份展开的文书，墨迹早已干透，纸页边缘平整，显然已备下多时。在侯夫人和裴静平惊愕的目光中，我走上前，亲手将托盘奉到侯夫人面前的紫檀木茶几上。此乃和离书，我已签字画押。我指着文书末尾那清晰秀逸的宋慈宁三字及鲜红的指印，只需世子签字，侯爷与母亲用印，便可生效。我嫁入侯府时所带嫁妆，账册明细在此，一分一毫皆可核对。侯府聘礼，除消耗之物，其余原样奉还。从此以后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厅内死一般的寂静，侯夫人盯着那份条款清晰的和离书，手指颤抖着，想去拿，又像被烫到一般缩回。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和不解，还有一丝隐隐的恐慌。她或许从未想过，我这个她眼中温顺又识大体、好拿捏的儿媳，竟有如此决绝的一面，且早已准备至此。裴静平更是如同被雷劈中，呆呆地看着那份和离书，又猛地抬头看我，脸上愤怒依旧，却又混杂了难以置信和一种近乎茫然的神色。他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那些贬损和威胁的话，在这份白纸黑字面前，显得如此苍白可笑。他声音干涩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是，自羌吴姑娘之事起，我便在想，这般日子是否真是我想要的归宿。如今柳姑娘有孕，夫君欲立平妻，不过是让我终于下定决心罢了。慈宁，侯夫人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带着最后的挣扎和厉色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何离不是儿戏。你今日若踏出侯府大门，便再不是我裴家妇，往日情分一概勾销。我打断他，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用如此平静而疏离的语气称呼他。母亲，情分，侯府与宋家联姻，本就是各取所需，何来深厚情分？至于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这富丽堂皇却冰冷压抑的厅堂。我想要的侯府给不了，侯府想要的我也给不了了。既如此，好聚好散方是正理。我说完后退一步，对着侯夫人再次深深一礼，然后直起身，不再看他们任何人，转身向着福寿堂的门口走去，脚步平稳，脊背挺直。彩萍紧紧跟在我身后，眼眶通红，却强忍着没有落泪，只
只是将手中的嫁妆单子轻轻放在了那份和离书旁边。走出福寿堂，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，我微微眯了眯眼，抬手遮了一下，身后隐约传来瓷器碎裂的声响，以及裴敬平压抑着怒火的低吼，还有侯夫人急促的喘息和吩咐下人的声音。太后宫中的懿旨传到安阳侯府时，承辉堂内，我的随身香笼已基本收拾妥当。彩萍将最后一卷画卷仔细系好，放入锦盒。抬头时眼圈还是红的，却咬着唇没让泪掉下来。她走到我身边，低声回禀：“小姐，都妥了。侯夫人那边又派了王嬷嬷来，说请您务必过去一趟，万事好商量。”我正对着一面菱花铜镜，镜中人脸色稍显苍白，眼底有淡淡倦意，但眼神清明沉静，不见半分犹疑惶惑。不必了。我站起身，理了理身上那件半新不旧的藕荷色被子。该说的，昨日在福寿堂都已说尽，你去回王嬷嬷，就说我心意已决，不便再叨扰。待兄长到了，我们便从侧门离开。彩萍应了声，是正要出去，门外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夹杂着环佩叮当与压抑的抽泣。门帘哗啦一声被撞开，侯夫人扶着王嬷嬷的手臂，竟亲自来了。她身后跟着眼底布满红丝的裴敬平。侯夫人一夜之间仿佛老了10岁，发间银丝刺目，脂粉也掩盖不住眼下的青黑与憔悴。她看到屋内已打包整齐的香笼，嘴唇剧烈颤抖起来，未语泪先流。她挣脱王嬷嬷的手，踉跄的上前想拉我的手，被我轻轻避开。她的手僵在半空，泪水连连。慈宁，你当真如此狠心，一点转圜的余地都不留？就算不看在我这老婆子的面上，也想想你与静平这1年多的夫妻情分啊！裴敬平站在他身后，死死盯着我，那眼神里翻涌着怒火和不甘，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仓皇。安阳侯府的正厅今日显得格外幽暗，那透过窗棂洒进来的光，仿佛也被这阵压抑的气氛冻住了一般。宋慈宁，太后懿旨已下，召你入宫，你这是连太后的脸面都要驳了吗？你宋家再势大，还能大过天家去？他的声音粗嘎，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。我缓缓转身，目光平静地掠过他们母子，那眼神就像是在看2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母亲，我依旧用了这个称呼，却无半分暖意。昨日我已言明好聚好散，太后娘娘慈爱，召我入宫问话，我自当前往陈情。至于夫妻情分，我的视线落在裴敬平脸上，那上面还残留着昨日争执时的涨红，以及此刻强撑的凶狠。看着这张脸，我只觉得无比讽刺。世子心中若有半分夫妻情分，便不会在回门之日提出纳姬为妾，不会为护着那羌吴对我动手掌国，更不会在得知柳氏有孕后，意图以平妻之位辱我宋氏门楣。情分早就在这一桩桩一件件里消磨殆尽了，如今只剩下懿旨和离书，清清楚楚，干干净净，对彼此都好。裴敬平被我堵得气血上涌，额角青筋突突直跳。你好一张利口，宋慈宁，我告诉你，今日你踏出侯府大门容易，他日你若后悔，就算跪着求回来，我安阳侯府也绝不再容你。敬平，住口！慈宁，太后娘娘定是想从中调和，她是心疼你，也看重侯府。你入宫去，好好跟娘娘说，娘娘金口玉言，总能有个两全的法子。那柳氏，我们绝不让她越过你去，孩子生下来就抱到你跟前，你永远是嫡母。我轻轻摇头，打断了他这番自以为是的两全其美。母亲不必再说了，慈宁虽不才，却也知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太后娘娘处，我自有分说。不再看他们瞬间灰败下去的脸色，我侧身对彩萍道：“我们走。”宋慈宁，你敢！就在这时，院外传来一阵沉稳有力的脚步声，伴随着甲胄轻微的摩擦声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逆着光轮廓，英挺如山岳。慈宁，可收拾好了。兄长的声音带着边关风沙磨砺出的冷硬之感，他目光如电，先扫一眼屋内情形，随即落在我身上，眼底闪过疼惜，又迅速化为坚实的支撑。我知道我有家了。他身后跟着数名宋府亲兵，沉默肃立，气势凛然。见到兄长，我心中最后一点悬浮不定的尘埃终于彻底落定。我迎上前，声音微微哽咽，又强自压下：“兄长，都好了。”宋城一点点头，大手在我肩头轻轻一按，旋即看向侯夫人与裴敬平，语气疏离如冰，眼里淬了火一般。侯夫人，世子家父家母听闻小妹在贵府受尽委屈，心痛不已。今日诚意奉父母之命，皆舍妹归家，和离之事，宋家绝无异议。至于太后娘娘处，宋家自会陈情，不劳侯府费心。若再阻拦，宋某拼上一身军功，也与安阳侯府争个明白。他话语简洁，却字字千钧，堵死了侯府所有可能的纠缠。裴敬平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在兄长迫人的气势和那些亲兵冷冽的目光下，终究没敢再上前，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好，好得很。
你们宋家。世子慎言。兄长冷冷打断他。今日之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舍妹在贵府1年多，得失几何，你我心中皆有数。宋某言尽于此，告辞。说罢，他不再多言，示意亲兵抬起我的香笼，护着我，径直向外走去。侯夫人瘫坐在椅子上，掩面痛哭。裴静平站在原地，拳头捏得咯咯作响，死死瞪着我的背影，那目光仿佛淬了毒的刀子。走出陈辉堂，走出那道我进进出出1年多的垂花门，走向侯府侧门。侧门外，宋家的马车早已等候。我踏上马车前，最后回望了一眼安阳侯府，高悬的匾额，朱门依旧，庭院深深，却再也记不起心中半点涟漪。但不知为何，太后那里只是问了缘由后，斥责了裴静平几句后，便准了我和离的请求。出宫归家的路上，我的轿子被裴静平拦住，一个充满讥诮的熟悉声音在前方响起，我们的马车被人拦下了。宋慈娘，你当真是长了一张好嘴，竟然让太后为你说话。裴静平竟策马挡在了路中央，他不知何时出的宫，又或者根本就没走远，特意等在这里。他脸色依旧难看，眼底布满红丝，死死盯着我的马车，那目光像是要将车帘烧穿。周围的行人渐渐聚拢，好奇的张望，窃窃私语。安阳侯世子与前世子妃当街对峙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热闹。兄长面色一寒，握紧了剑柄，便要下车。我轻轻按住他的手，摇了摇头，然后自己掀开车帘走了下去。站在熙攘的街头，与马背上的裴静平相对而立，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平日厮混的狐朋狗友，皆是一脸看好戏的侠女表情。裴静平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声音因为激动和某种扭曲的恨意而拔高，尖利的划破空气。宋慈娘，你终于得偿所愿了。出了我安阳侯府的门，你算什么？一个下堂妇，残花败柳。你以为离了我，你还能有什么好去处？这满京城，不，这全天下的男人，谁还会要你这种不守妇道、善妒、悍戾的女人？他的话恶毒至极，句句诛心。围观众人发出一阵低低的哗然，目光各异，有幸灾乐祸，有同情，更有不少落在裴静平身上，带着对权贵子弟跋扈的不满。兄长听闻瞬间暴怒，一步下车，两步踏前，手已按上剑柄。裴静平，你找死！我再次拦住了兄长，胸膛里气血翻涌，寒意与怒意交织，但面上我却奇异的越发平静。我看着裴静平那张因为曾经让我觉得俊俏的脸，忽然觉得无比可笑，也无比可悲。目光掠过他，扫向街边，一个身影落入眼帘。那人牵着匹马，站在不远处一个茶摊旁，似乎只是寻常路人，被这里的喧嚣吸引，驻足观望。他衣着朴素，甚至有些陈旧，像个普通的马夫或护卫，身量却极高，肩宽背直。即便沉默地立于人群中，也有一种难以忽视的存在感。脸上戴着半旧的风帽，遮住了大半容貌，只露出线条清晰的下颌和紧抿的唇。电光石火间，一个近乎荒唐的念头划过脑海。我抬起手指向那个牵着马的男人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周遭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。他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裴静平，包括我兄长，也包括那个被指着的男人。我上前几步，走到那个男人面前，仰起头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干涩却异常清晰。你可愿娶我？死一般的寂静，连街边的喧嚣都仿佛瞬间远去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宋家大小姐刚刚和离的安阳侯世子妃，竟然当街向一个看起来像是马夫的下人求婚。裴静平在最初的震惊过后，爆发出疯狂的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身边的狐朋狗友也跟着哄笑起来，充满了鄙夷与嘲弄。宋慈娘，你果然是疯了，自甘下贱，竟然找个马夫！好得很，本世子倒要看你们这对璧人能有什么好下场。我死死咬着牙，指尖掐入掌心，才能维持住身体的挺直和面上的平静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，可裴静平的嘴脸像无数根针，扎得我鲜血淋漓。我需要一个反击，哪怕这个反击看起来如此愚蠢和不顾后果。被我指着的男人一直没有说话，风帽的阴影下看不清他的表情。就在裴静平的嘲笑声和众人的窃窃私语达到顶峰时，他动了。他缓缓抬手摘下了那顶半旧的风帽。他开口，声音不高，甚至有些低沉沙哑，却奇异地压过了所有的嘈杂。求之不得4个字，平平淡淡，却像一块巨石投入冰湖，瞬间冻结了所有的声音。裴静平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像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，脸上的讥讽僵住，转为错愕。围观人群也呆住了，看看那气度不凡的男人，又看看我，再看看脸色铁青的裴静平，完全搞不清状况。男人说完，目光从我脸上移开，转向裴静平，那眼神依旧平静，却让裴静平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，仿佛被无形的冰刃刺中。安阳侯世子当街辱击良家女子，出言无状，这就是安阳侯府的家教。裴静平脸色红白交错，又惊又怒。你是何人？
竟敢教训本世子！男人没有回答，只是将手中马缰随意递给旁边一个早已呆若木鸡的随从模样的人，然后对我微微颔首。宋小姐，此处嘈杂，不如先行回府。3日后，谢某自当登门拜访，商议婚事。我有些愣住，还没有从他的话语中反应过来，只木讷地点了点头。兄长宋承义此刻也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深深看了那男人一眼，眼中掠过一丝极度的震惊与了然，随即上前对我低声道：“慈宁，先回去。”我点点头，最后看了一眼呆立当场的裴进平，以及他脸上那尚未褪尽的震惊与渐渐涌起的惊疑不定，转身重新登上马车。马车驶离，将那片诡异的寂静和无数道探究的目光抛在身后。车厢内，兄长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开口，声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：“慈宁，你可知方才那人是谁？”我摇摇头，心口仍在剧烈跳动。宋承义闭了闭眼，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名字：谢宇，当朝摄政王谢宇。安阳侯是快马加鞭赶回京城的，一回府不及更衣，便直奔祠堂。沉重的木门在裴进平面前轰然关上，隔绝了外面所有窥探的视线与哀求。侯夫人哭晕在门外，被丫鬟婆子七手八脚抬了回去。祠堂内只有安阳侯粗重的喘息声、皮鞭破空的尖笑，以及裴进平压抑不住的惨嚎与求饶。孽障，逆子！我安阳侯府100年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，太后面前你也敢放肆，当街羞辱下堂父，还是宋家的女儿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宋家那小子在边关刚立了军功，圣捐正龙，还有那摄政王谢玉，你竟然当街招惹到他头上，你是嫌我们侯府太平安逸了，非要招来灭顶之灾吗？父亲，儿子知错了，儿子不知道那是摄政王啊，他穿得像个马夫。裴进平蜷缩在地上，锦衣破碎，皮开肉绽，涕泪横流，早已没了半分往日风流世子的模样。安阳侯气得几乎吐血，又是一鞭狠狠抽下。你长眼睛是出气的吗？那是谢玉，先帝临终托孤的重臣，连当今圣上都要让他3分，他微服出行也是你能智慧的，你还敢当着他的面羞辱他亲口应下的王妃？你是活腻了，还是觉得我安阳侯府的爵位烫手了？王妃。裴进平被打得神志模糊，听到这2个字却猛地一颤，难以置信地抬起头。什么王妃？宋慈宁，她一个下堂妇。安阳侯扔下鞭子，胸膛剧烈起伏，指着儿子的鼻子，声音嘶哑：“下堂妇，现在全京城都知道，王谢玉当街亲口求娶宋慈宁，里昨日就已开始准备，说光东珠就装了整整3壶水一样的奇珍异宝往府送，当众骂人家是残花败柳没人要，转头摄政王就要求娶为正妃。金平，你这脸是被你自己亲手撕下来，扔在地上踩了又踩。我安阳侯府如今就是全天下的笑柄。”裴进平如坠冰窟，浑身的剧痛都比不上心口那阵阵撕裂般的悔恨与嫉恨。宋慈宁，那个他弃之如敝履的女人，转眼间竟然要被谢玉娶为正妃，那个权倾朝野，连皇帝都忌惮3分的男人。不可能，父亲，这一定是假的，是宋家为了气我。安阳侯冷笑：“假的！今日摄政王已亲自向圣上请了旨意，圣上当场允，还暂其不拘门户。现在你告诉我。”裴进平彻底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。安阳侯看着他这不争气的儿子，怒火稍歇，涌上心头的却是更深的疲惫与苍凉。他踢了踢地上的儿子，声音冰冷：“滚！养好你的伤，刘氏那边尽快接下来，小心别弄出什么幺蛾子。我们侯府只能夹尾巴做人，再敢惹事，不用摄政王动手，我先打断你。”3日后，摄政王府的聘礼果然如约而至，没有大肆宣扬，但那几乎堵了整条街的台香，那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锦缎，璀璨夺目的珠宝，古朴厚重的金石玉器，以及那一箱箱几乎晃瞎人眼的金银，无声而磅礴地宣告着这场婚事的郑重与不凡。宋府中门大开，父亲母亲虽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婚事心有疑虑，尤其是对方身份如此显赫特殊，但见谢玉礼数周全，态度诚恳，又得了圣旨，更重要的是看到我眼中那份不同于在裴家时的沉寂，终于还是点了头。聘礼单子厚厚一摞，母亲拿着，手都有些抖。这也太多了。谢玉今日换了一身玄色暗银纹锦袍，玉冠束发，少了那日街头的风尘仆仆，更显身姿挺拔，气势沉凝。宋小姐值得。她的目光偶尔落在我身上，依旧深沉平静，看不出太多情绪，却奇异的让我感到安心。大婚之日定在了1个月后，据说是钦天监算出的黄道吉日，与柳念念被抬入安阳侯府的日子，不偏不倚撞在了同一天，这巧合未免太过刻意。京中上下无人不心知肚明，却无人敢说破。只是
那看热闹的心思愈发炽烈。这一日，朱雀大街被红装铺满，从宋府到摄政王府，一路红毡铺地，锦漫漫天。摄政王亲迎，仪仗宣贺，盔明甲亮的王府亲卫开道，礼乐喧天，声势之隆，几乎超越了亲王曲飞的规格。我的花轿是特制的16台鎏金大轿，轿顶镶嵌明珠，在秋日阳光下流转着温润华彩。而我凤冠霞帔，驾衣如火，花轿起行，喧天的锣鼓鞭炮声几乎要震破耳膜。街道两旁人山人海，争相目睹这场世纪婚礼，议论纷纷，多是惊叹与艳羡。瞧瞧，这才是真正的十里红妆啊！宋家大小姐真是好福气，离了安阳侯府那个火坑，转头就进了摄政王府。听说安阳侯府今日也，啧，那场面可真是云泥之别。队伍浩浩荡荡行至朱雀大街中段最繁华的路口，对面另一支寒酸的迎亲队伍正低着头，试图从旁边的小巷绕行。只有一顶2人抬的青布小轿，几个穿着普通家仆衣裳的下人跟着，领头的新郎官裴进平骑在一匹瘦马上，穿着一身半旧的红袍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全然不见喜色。2支队伍不可避免地迎头撞上。摄政王府的仪仗训练有素，并未停顿，只是稍稍调整了队形，依旧保持着威严与气度向前行进。而安阳侯府那支小小的队伍，却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，被那磅礴的气势逼得连连后退，差点撞上路边的摊贩，狼狈不堪，拥堵在所难免。16台花轿与对面那顶青布小轿隔着不到1丈的距离停了下来，周遭的喧闹声仿佛也低了下去，无数道目光聚焦在这诡异而讽刺的对峙上。裴进平死死攥着缰绳，指节发白，目光像淬了毒的钩子，死死盯在那华丽夺目的花轿上，尤其是轿顶那颗光滑流转的明珠，刺得他眼睛生疼。愤怒、屈辱、嫉妒、不甘，种种情绪在他胸中翻江倒海，几乎要破体而出。青布小轿的轿帘猛地被一只颤抖的手掀开了一角，柳念念大概实在按捺不住，偷偷掀起了盖头一角，向外窥探。裴进平察觉到身侧小轿的异常，不耐地低吼了一声，声音沙哑，带着一夜未眠的暴躁与宿醉般的颓丧。念念，他猛地一夹马腹，瘦马不情愿地向前挪了2步，对着自家那些畏畏缩缩的下人吼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绕路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”安阳侯府的下人们如蒙大赦，手忙脚乱地抬起小轿，恨不得缩进地缝里，灰溜溜地拐进旁边一条狭窄僻静的小巷。巷子昏暗，与朱雀大街上铺天盖地的红形成刺目对比。轿内，柳念念终于压抑不住，绝望地啜泣起来，指甲深深掐入掌心，留下月牙形的血痕。谢玉甚至未曾向那狼狈逃窜的小队投去一瞥，他端坐马上，身姿挺拔如山岳，只微微抬了抬手。王府总管立刻会意，礼乐再奏，声势更浓。即时已到，起驾。后来我问谢玉，当时是否是他同太后说情，我才能轻易与裴进平和离？他不可置否，只在我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。王府中馈，谢玉早交与一位跟随他多年的老管家打理，井井有条，他并未让我立刻接手。府中事不急，你先熟悉熟悉，若有兴致，亦可看看。语气平淡，却给了我最需要的缓冲与余地。他知我经历，亦信我能处理，这份信任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让我安心。与此同时，安阳侯府已彻底沦为京城笑柄。安阳侯因治下不严，纵容属下欺民霸田，被众臣子联合上奏，爵位被削，贬为庶民，即日离京。偌大侯府顷刻间门庭冷落，仆从散尽。裴进平挨了家法，伤口未愈，又遭此巨变，整个人如同抽去了筋骨，萎靡不堪。柳念念挺着一显怀的肚子，看着满目萧然的府邸和眼前这个再无半分往日风流，只剩颓丧怨愤的男人，只觉得前途一片漆黑。她本是庶女，费尽心机攀上裴进平，指望着一朝飞上枝头，哪怕为妾，也是勋贵侯府的妾。谁曾想，刚开始便从云端直坠泥沼，侯府没了，世子成了白身，未来一片渺茫。而那个他曾以为已被踩在脚下的女人，却成了摄政王妃，风光无限。裴进平烦躁地摔了手边的茶盏，碎片四溅，吓得柳念念一哆嗦。哭就知道哭，要不是你们柳家当初攀扯不清，何至于此？他将满腔怨毒无处发泄，尽数倾泻在柳念念身上。柳念念腹中绞痛，又惊又怕，却不敢反驳，只捂着脸呜咽。昔日那些甜言蜜语，海誓山盟，如今看来，竟比纸还薄，比霜还易化。离京那日，天气阴沉，一辆破旧的轻尾马车载着裴家残存的一点细软和失魂落魄的一家人，悄无声息地从侧门驶出，与昔日宾客迎门的景象恍如隔世。没有人相送，只有零星几个路人指指点点，眼神中满是鄙夷与嘲讽。马车驶出城门时，与一队鲜衣怒马护送着几车精美绸缎和药材的队伍擦肩而过，那是江南皇商进贡给摄政王府的年礼。裴进平透过车帘缝隙，死死盯着那队伍远去的烟尘，指甲深深抠进车板，眼中是刻骨的怨毒与不甘，最终全都化为一片死寂的灰败。
柳念念坐在他身边，抚着肚子，感受到里面轻微的胎动，心中却无半分喜悦，只有无尽的惶恐与冰冷。这条路通往他们被贬的偏远祖籍，前路茫茫，再无京城的繁华与可能，只剩下柴米油盐的窘迫与相互怨怼的漫长余生。